出门在外，美团外卖。本节目由送啥都快的美团外卖独家冠名播出。旅行任意门首席合作伙伴三得利乌龙茶，好山好水好茶饮，不负旅行好时光。打开应用商店，搜索并下载数字文博 APP， 山海和文物多见一面。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，周五会员加更版，周二 PD Vlog 惊喜放送。哇，怎么突然下雨？这一次是我们告别的日子了。我们穿团服吧？行啊，出发，走。那我就坐在这里啊。走啊，走啊！哎呦，所以今天衣服颜色已经分好组了是吧？是吗？哦，对，两两一组，我是出题人。凭什么你也要跟我们一起来？对，我不认可。你也是我们的一部分。因为为什么你永远为我们服务？你让我很心痛，这是真的很心碎。你是在说好话还是在骂我？这么重啊！远哥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工作上什么也没有问题？我刚刚感觉你的情绪不太对。我就是这样，就是忽高忽低的。不要这样子，会影响我的心情。你希望我现在什么情绪？你说。嗨起来！好开心啊！今天。今天是我们旅行任意门的最后一天，感觉一直在告别。真的都少了又少了2个人，人越来越少了哈。哲远也是早早的离开我们了，好像要奔赴工作了。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告别巴士。欢迎我们老师参加我们最后一天的毕业巴士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盲盒。哎呀，是个 iPad 啊？哦，哎，毕业巴士总导演来信。他是总导演吗？陈哲远。恭喜你被任命为毕业巴士总导演，现在可以为其他成员安排行程。我想看到他们在大巴上面做一个 PPT。为什么我们听他的？对啊，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 PPT 里面写。对他走了，为什么还不放过我们？另外的几个嘉宾从头到尾印象的转变。那因为这个做 PPT 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久，那在这个路程中可能会来不及，但是没有关系。到了没做完，不能下车继续做，做完为止。发过来给我审核，满意才过关。做梦吧，每人做一个，每人做一个。大家是不见了吗？以后他可能想的有点美哈。好，这可以当做没记看过。可以了，这个环节过了吧？好，就当哲远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梗。我给他打个电话吧。哲远，你怎么是黑的？在隧道是不是？什么是黑？隧道。我们在做那个毕业大巴，然后收到你的视频信，我们都快疯了，让我们做 PPT。没有，我开玩笑的。你现在是穿团服了。我们都穿团服了，看一下。都穿了，真好看。哇，帅，真帅，龙哥！哇，远哥，帅，弟弟，帅。都穿团服了，那我们下个旅程再见喽。拜拜，泽源，拜拜，平安啊，要幸福哦。怎么了嘛？这不很正常吗？没有我你要幸福啊，泽源。我们这样，我们还是可以完成一点他的那个，就是嘉宾的初印象和现印象优缺点可以说一下。行啊，我说远哥，那我对远哥其实之前是没有特别的熟悉，就是我看到他的整个形象和他说话的方式，我以为他是一个非常内敛、很腼腆、话不太多的那种男生。但是我们去歌手，然后他在那个歌手里面的那个表现，然后看了那个热搜的照片之后，我就觉得他很可爱。然后我一直在逗他，然后他当时就很可爱的反应，然后也表现出了很多不一样的一面。
而且他也不断的就是在夸我这件事情，让我这是最重要的吧？也是让我很开心。而且我昨天被才说，我说远哥一直在夸我，夸的我后来都觉得他是不是只是在哄我开心？我以为说你夸的，你是不是觉得他喜欢你？啊，没有，这倒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你爱上我了。谁？这种喜欢不是那种喜欢，但是就是那种就是你就很少见到这样的。越解释越容易让人误会。没有，就真的很好，没见过这么好的女生，没见过这么好的女生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没见过这么好的女生？你以前遇到都是什么样的女生啊？你啥意思？没见过你这么好的。不聊了。没有，我懂他的点，就是说他本身以为我是一个很高冷，然后不太好接触的女生，但是发现我就是挺好玩、挺逗的，然后也很开得起玩笑，让他印象就是大转变。对，是性格上的优势，然后他就觉得我这个人很可爱。是让你就是夸别人，怎么说着说着，然后反过来到自己。怎么感觉说着说着在开始夸我？你还帮他调整了他对你的印象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远哥真的特别好，希望以后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一起录综艺，然后一起工作。好呀。棒，说的太好了。我原来的经纪人特别喜欢苏醒，跟我总讲他。你问他你现什么？你问啊，肯定参加了。他跟苏醒是一届的。你记得那一季张远吗？我也是那一届的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我们那一届好多人，就是张杰也是那一届的。然后第5名是吉姐，第6名俞灏明。俞灏明我认识。然后第7名王栎鑫，对，我是第9名。然后路虎，然后郭彪、姚正。一看他对别的名字就不熟悉，你说的是他是这种表情。你还说到第12名去了。其实我说到俞灏明，我就开始想收了，没忍住哈，看他往下走。好，这是一个告别盲盒，夏天会周而复始，相逢的人呢会再相逢。谁说分别一定是伤感的呢？今天我们用欢乐的游戏告别最后的路程。真假故事会，每个人分享2个自己生活中的故事，一个是真的，一个是假的，大家依次来进行提问、猜测和鉴定真假。失败的人呢，接受心跳真心话100问。好，那我来吧，一真一假。我小时候经常离家出走。真的。我小时候收到过非常多的情书。你敢聊这个了？现在？中学的时候，你可以聊这个哈。那我觉得第2个是真的。你收情书什么感觉？收情书？其实没什么感觉，就是直接就堆在你的扣兜里面了，或者放在你的桌面上。你打开看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不看？我才不信呢。觉得弟弟对感情这种东西是没有任何一根弦。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满脑子都是蛮多的，因为我游戏的人。就蛮多的，因为我那时候就在公司当练习生了，就师兄就很有名了。我觉得第2个收情书，你觉得呢？这个情书那个假的吧？我跟票杨迪。那我是情书是真的，离家出走是假。到我公布了，情书是假。不可能，你肯定会收到很多。小孩叛逆。我没有，我小时候很乖，但是我妈老让我洗碗，我那时候就老不想洗碗，我就说我走了。跟我一样，我也是。老不想洗碗，我妈老让我洗碗。为了洗碗离家出走。对，我就说我不洗了。我妈说你今天就是要洗，我说我不走，我就出门了。我爸老让我洗碗，老让我做家务，好烦。然后我就也不想洗，我会哭。然后还得洗，哭着洗。没有，我就说我的手会那个手就是对洗洁精过敏，然后我爸说没关系，然后给我买了好多双手。然后情书为什么是假的？因为当时我和我朋友在一个学校，我都情书都他收了。他帮你拦截了是吗？不可能。没有，都让我送给他，因为我当时在学校很外向，我朋友就很文静，可能当时比较流行这个风格。真心话抽吧，来吧，抽一个吧。
你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？哎，我觉得我做最浪漫的事情就是我一个人背着包出去旅行。不够浪漫，古大之家。我们要听的是那个男女的浪漫。什么？没有指明男女浪漫，我认为最浪漫就是他写这个意思就叫男女浪漫。古纳之家。什么鬼啊？什么鬼啊？还不如古纳之家浪漫。你讲出来以后，观众都翻白眼了。我觉得是我向往的事情。行吧，真的非常浪漫。对啊，我也很懂。对，你懂我意思吧？特别懂。你放过他了哈。行吧。你呢？你做过最丢脸的事情是什么？哎，虽然这个梗过了，最丢脸的事情真的是当时就是那个穷哈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太丢脸了，真的，这是我认为最丢脸的事情。那个当下不觉得呀？你是后来看视频是不是？我当下在台上真的不知道，后来看到热搜之后觉得好丢脸，真的超丢脸，我不想回剧组。好了，就这样。我来讲一个吧。啊，李哥讲一个吧。我小时候直接掉到火坑里了，被火烧。啊。还有一个是我小时候跟我表姐玩，互相追逐，我掉到粪坑里了，一个火坑一个粪坑，猜真假来？粪坑多大的时候啊？小学2、3年级。火呢？我应该是5、6岁。6岁的事情你能记得清？能记得呀，因为我手也按进去了，然后我爸反手给我抹了牙膏，但是有一个地方好像没抹到，怎么样，反正就留疤了。假的。那你妈妈知道你被那个火烧了一下，怎么不知道？有没有哭？我妈没哭，我妈在打麻将。我妈说人没事吧？好。我觉得粪坑是真的，粪坑是真的，火是假的，火是真的。我俩就总得有一个对。猜火还是猜粪？粪是真。5、6岁怎么可能记这么清楚？我俩粪对。好，我选火坑是真的。反向。火坑是真。2火2粪哈。火是真的。哇！就说我俩不要选一样的。对啊。因为他说火的时候，他说他爸爸出来就给他抹牙膏，真是。他一说他妈那个状态也是真实。对。我跟你讲一个吧。啊。我小的时候去我奶奶家农村的时候，在那个田地里碰到了一个3角形头的蛇。3角形大毒蛇是不是？对。然后我撒腿就跑，然后跑一半被那个田地那个玉米梗绊倒，然后把我的大腿给扎穿。扎穿？就是穿透伤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以前去那个大坝，有的时候大坝然后放完水之后它会有淤泥，然后我就会陷进去，最深的时候那个泥已经到我这儿了。你自己去玩的？和我表哥在这里面逃，在离我很远的地，然后我都摸到这儿了，我哥才过来把我拽出来。你哥直接一把就拽出来了？拽了很久。我觉得哥哥那个有点假，因为太危险了。我的判断，但我不相信我的直觉。到脖子了，他哥都到脖子了，他哥都还没发现，他早就告喊了吧？对啊，贯穿是真的，贯穿是真的。我也觉得贯穿。我做出我的判断，因为淤泥一个人拉是拉不出来的，如果那么深。对，你要真到那儿，你真太危险了，是吧？我觉得淤泥是真的。好，我们3个都觉得是贯穿真，一个淤泥。来，淤泥是真的。我就说不能相信我的直觉。就是我见到蛇跑了，其实摔倒了，但没有贯穿伤。啊，就摔了一下，就是擦了一下。贯穿是自己瞎编了一个。我觉得他要是被什么钢穿了，他的腿可能会有一点问题吧，还怎么踢足球啊？哦。抽吧。哎呀，烦死了！远哥大满贯，烦死！我就不适合玩这类。每一个都捞上了，远哥。真的是。我的是，请分享一个恋爱小技巧。我有什么资格？分享一个，我们避避雷。你有公开过的恋情吗？公开没有，但谈过4年的恋爱，然后小技巧就是不要经常见面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不要经常，1个星期最多1次。啊？然后我们3年了，跟热恋一样，就一直保持着就又近又远的距离，然后就是时不时的就觉得哎这段时间很亲密，然后又分开，然后很想念，然后再小别胜新婚哈，一直小别。谈了4年，对，那为啥分手？最后真的太腻了，最后还是腻了。主要现实原因吧，缘分到了，对，缘分到了该走了。要幸福啊！要幸福，你也是。希望你遇到那个不简单的人。说出在场某人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。哎，
那我说张云龙吧，印象深刻，因为我想到那次。我们俩参加那个活动，然后我不是要上台领奖嘛，我就说你帮我拿下手机。我晚上回去的时候，发现我手机里面有一段我领奖的直拍，他只是帮我拿手机，结果他帮我记录了我的全程。我说哇，这那天晚上回去给了我一个惊喜，是吗？对，因为我没说让你帮我拍一张，我说你帮我拿一下，对，就这种，我就印象还是挺深刻的。我后来把它删了，没有，占了你的内没有。其实那天更搞笑是什么？胡一天挨着我们坐哈，结果他那个颁奖是这样子，其实应该是同时要上去8个人，7个人全部上去以后，我看胡一天还在那儿坐着，我说胡一天你要领奖了，你还不上去？他说没有我吧，我应该是后面那波。我说不是，他是一起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会儿，上也不是，不上也不是。他说那怎么办呢？我现在怎么办？我说胡一天。你难道今天整了这套衣服来这儿只是为了走红毯的吗？这个领奖才是你最重要的事情，冲！胡一天就冲了，还好他冲了，我疯狂鼓励他。他上去那一刻正好是已经正在发奖杯的时候。来，一天慢了一步，好，我们请胡一天上台。我们掌声送给他。我们也把荣誉送上，好吗？害羞哈，脸通红。对啊，而且我们在聊天，聊得可开心了。主要谁一直在聊？你啊，只有你啊，耽误了胡一天上台。哪吒呢？你讲呀。那我讲2个吧。本来就要讲2个。本来就要讲2个，一真一假。其实我16岁开始不是做模特嘛，然后那个时候，我觉得我胆子真的挺大的，很多时候我都通过各种，虽然很多人都骂那个网站，就说乱还是怎么的，但是我当时真的通过这些网站发自己的照片，得到过很多的工作机会。拍完之后，我就跟那个男模推荐的我们就一起坐动车去到了哪个城，忘了是哪里，反正就是从上海过去的，跟那个男模拍了广告。但是那时候给我们的安排的住宿的环境就是非常的差，他那个就是类似就是非常非常简陋的那种招待所，然后感觉那个房间里面那个漆都感觉要掉那种，然后那个当时我的那个房门啊还不是锁扣的，就这样插的，就很危险。然后我们上楼梯的时候，就记得当时有好几个男的，就是从我旁边这样走过，然后他们注意到我了。莉亚那么漂亮，然后注意到我之后，我就晚上就非常的害怕，然后也就是那种睡不好，然后我就很紧张，然后好不容易睡着的时候，我的那个房门，就是一开始我就听到有人在搞我的那个房门。哇！灯是关掉的，然后我不知道嘛，我就整个人就吓死了。然后那一刻，我就立刻拿起我的手机，就给那个男生打电话。然后呢，我的那个电话就已经打通了。你信吗？我的门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样，突然就被打开。妈呀！我整个人就是尖叫，然后吓死。然后真的就是，我记得就是那个当时是那3个男的，然后里面的一个就突然进来。他看到，然后我就一尖叫，那个男模他应该是听到，然后立刻就跑出来找我，然后就把那个男的弄走，那个男的就喝酒了应该是，然后我整个人就差点吓昏过去，然后第2天我就哭着跟他们说我不拍了。然后他们就各种安慰我，然后给我换了一个能住的地方，然后我才继续拍。这样吧，你别讲假故事了，这是真的。我没见过你这么讲故事的，对，细节好细节啊！来，你下一个假故事看怎么讲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娜迦的讲故事来了。那你这是编故事了。我都不想讲了。可以讲。还有一个是，有一次我们那个有一个公益活动，就是我不知道是为什么，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让我录一个视频，然后说每个人要做一些奇怪的一个事情，就是什么谁喝几瓶水呀，用这样的方式就是挑战什么的。然后我当时喝了2瓶是那个辣椒仔的那个水。哦，假的。2瓶喝完之后，我整个胃啊就感觉要灼伤了，我有2天就躺在家里没起来。假的。你可能真喝了，但是没有2瓶，假的。这个也挺真的，但是刚刚那个细节更多。但是那个刚刚那个太真了。你们猜吧。刚刚那个后面应该是不是后面编了一点，就是没有人进他的房间。那个男人进来可能要闹到派出所的。感觉没有闹派出所，他是按错电梯楼层，然后他以为这是他的房间。哦，走错了，就很吓人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可怕。
但是我也没有告他，我也没有把他叫到警察局去，我们都没有问什么，他自己补了好多细节啊。就告诉你们嘛。然后那个辣椒仔是我喝完之后差点真的昏厥过去。你看，第二个也补了，开始。咱俩就不要分析这个了，对，咱俩分析杨迪和奥子毅吧。你分析我们来猜是吗？我想想啊，那我猜第二个是假的吧？被他这么一说的话。OK， 我跟随第一个，第二个假的。好，第二个假的，都说第二个是假的，来说一下。第一个是假的，第一个是假的。第一个是没有那个男的吗？没有那个男的。晚上确实有人敲房门，但没有人进来。要进来的话，我真的会吓晕倒。好能编哦。草包凑是真的呀，那2瓶喝下去，胃真的就感觉灼伤了。那个殷素素张无忌的妈妈跟他说过，要提防女人，越漂亮的女人越会说谎。千万不要相信女人，越漂亮的女人就越会骗人，记住。知道这一段不？知道。所以你小心一点。你骗的最厉害的可不是我，是昨天的谁？鹏哥，你不会又生气了吧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骗你。没有骗到我，其实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嘴真硬啊，龙哥。我只是在演被骗，有没有骗到你们？原来是我们俩被骗。不行，我以后再也不骗人了。我不是一个会骗人的人。你最会骗了，你最会骗了，这还不会骗人？但是讲故事讲的真的非常有逻辑性，而且还有画面感，这个特别难得。娜扎的故事太厉害了，掌声给到娜扎！厉害！好，会讲故事，最会玩这个游戏。讲故事，撒谎大王。所以你们所有人要被惩罚哦。来吧，抽吧。为什么我都是这种问题啊？很奇怪。好久没有联系的异性突然说喜欢你，你会如何反应？好喜欢我，我基本就是说，我说发生什么了，怎么了？不是，你得好好回答，怎么了？那我就说不喜欢你啊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不喜欢你。那如果说那个女生正好也是你喜欢的呢？那不会好久不联系的。如果我喜欢的女孩，我会联系她呀。就是你是主动型是吧？对啊。选择一名同伴捶他的胸口，并说：“你好讨厌哦。”捶他的胸口，这太简单了，对他来说。那我捶张云龙。好，行。你好讨厌啊！你好讨厌啊！好可爱，我笑死了。第一个是可爱的啊。你会因为什么跟朋友绝交？这个就很简单了呀。啊，背刺。没有开个玩笑了，我到现在没有跟任何人绝交过。还小嘛。对，还小，我还得经历，还得沉淀，慢慢来。和现场的谁单独相处还会有点尴尬，为什么？我们这里面你跟谁单独相处会尴尬？还是娜扎。哇，不是，我天生就是太好看的女生，我会就自然的就收紧紧张，整个人格打不开。如果就我们俩单独在一个房间里，不行，你会不会远哥会逃窜？你会不会爱上我？可能会蹲，我会蹲在一个墙角。好可爱，远哥，蹲墙角。蹲在一个墙角，我就过去把你拉起来，直接强吻你。不要，真的啊，我眼泪出来了啊！害羞，看害羞。我讲两个非常简单的2句话，好吧？啊，第一个，我现在不想谈恋爱。假的。好了，收惩罚吧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不用听真的了。第二个是，我今年参加完歌手之后，我没有执念了。没有执念了，就觉得圆满了是吗？对。假的。哎，你第一个说的啥？我现在不想谈恋爱。我觉得是这个，我不想谈恋爱是真的。是真的。我认为是这个。我也觉得不想谈恋爱是真的。然后歌手那个还是有执念是吗？对，还是有执念的。你将有更大的舞台，你值得被更多人看到。远哥，你有点太容易被看穿了吧？是吗？对，看你们怎么看。
我猜不想谈恋爱是假的。不想谈恋爱，我认为是真的。不想谈恋爱，真的。对，不想谈恋爱是我也认为是真的。那只有我一个人跟大家反着来的。好，确定了哈。杨迪错了。我操，有远哥跟我聊过这事儿，我俩聊过。他现在以事业为重。对，就都知道啊。就是这东西得碰，也不是想不想。对吧？就到了一个人生，觉得很多就是好像很多所谓的主线任务，我现在开始分析，就真的是非要得做这些。最重要的主线事业。对，就是感觉目前阶段你有重要的事情，就不要因为这去分心了，因为很难说真正的就很契合的遇到那个人，那我就干脆就不去想，就没有刻意追逐，来了就来，没来也没关系，就等待老天来安排嘛。对吧？对。那你粉丝会介意吗？他们很多人也在催我，其实对，很多人也在催我，都在催，因为确实就这个年纪谈恋爱也很正常。对，那你现在的执念是什么？我以前以为我可能就没有执念了，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，我是觉得，因为我天生是属于那种资质没有那么好的人，不管是从小时候的学习开始，然后篮球天分开始，或者说音乐天分开始，就我一直都不是做到最好的那个人，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类似于什么中上等吧，中等或者中等偏上的一个资质的人。然后但这样的人呢，就想生存下来就其实没那么容易，我就会一直有一个目标和执念，才会让我真正的能够坚持下去。对。可能这也是一种虐吧，但是对自己来说是真的有用。就像你追求任何目标，如果你觉得哎呀我这样就算了吧，好像不行，好像在我心里不行，就是可能也是遗传我爸的性格，就是好像不去做一个目标，对，不去做成一件事，不去有个目标，你就没有必要再生存下去了。所以就是我就还会有执念，我觉得我还有更多可能性的我，就算不一定做到最好，但是我一定要看到不同的我。对。我们马上要到我们最终告别的地点。到了，朋友们，我马上真的要告别了。终于要离开你们了。耶！走啊，勇哥，走 ，Let's go， go。哇，哎呦哇，吐蕃爬雕。我们是要上这个楼，走，朋友们，吐蕃爬雕，数你最棒，一起往上爬。这是个碉楼。我们羌族也是碉楼，也是石头砌的。哎呀，有点累了。哇，好累啊！哥，这应该不是很高的。对啊。哎呦我天哪！你累不？娜扎肯定不累。哇，好累好累。啊！我的妈！啊！你看他，哎，看这个，哦，好漂亮呀，好漂亮呀！这里真的超赞的。终于要到真正的告别时刻了。
那我先走吧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了，离开这座高塔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云龙，拜拜，云中之龙。再见了。好了，我杀青了，终于杀青了。那我这个飞行就飞去下一个地方了。好，加油，我非们下次常开心见。继续朝你的目标前进。拜拜，拜拜，下个旅程再见喽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Bird。拜拜。我走了，拜拜，子夜。拜拜，拜拜，各位，有缘再见。加油。下个旅程再见，好继续努力。拜拜。那么我们俩就一起下吧，我们俩。人生的旅程就是要一个一个的下车，这样我们要踏上各自真正的生活中的旅程了。那你会想我吗？当然会啊，但是应该很快就会再见了，因为我有很多那种红毯要主持，你又是红毯之王。没有啦，我剪掉。那你走吧。拜拜。拜拜。我会想你的。拜拜。拜拜。路上注意安全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哎呀，都走啦！我看不看到他们的车？他们没有回头。拜拜。拜拜。旅行任意门，杀青，拜拜。